Someone said to me, you can't run from your shad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deep or shallow. Okay, excuse me, Mr. Ron. Down the path you choose to follow. Mr. Ron. Tell me, baby, what were my words? All my tears run together. Students are talking of returning home. I'm terrified. I couldn't sleep last night. The killing sent a shockwave here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mpus. You know, it really makes me fear for my life. I just think it's really frightening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an happen in your own backyard. It's terrifying. If anything else happens in the next 24 hours, I don't care about classes. I don't care about anything. I'm leaving. 嗨，大家好吗？歡迎收聽黑天鵝。1990年，美國佛州蓋恩斯維爾的5名大學生在短短3天內接連遇害，他們遭利刃攻擊，遺體還被精心的擺放。那宛如屠宰場的景象，讓辦案人員是又哭又吐。命案的新聞一出，上千名學生跟逃難似的匆忙搬離自己的宿舍，因為歹徒尚未落網，誰都怕自己會成為下一個目標。接下來的幾週，該地居民瘋狂搶購球棒跟電擊棒，手槍和鎖頭也同樣賣到斷貨。這起連環事件後來成為恐怖片驚聲尖叫的模板，電影續集長青10多年不說，日後多起事件，像是我們頻道講過的16歲女高中生案，還有2022年愛達荷大學命案，這些犯人的行兇手法都深受本案影響。這位被媒體稱為蓋恩斯維爾開膛手的人是誰？他又為什麼要謀害與他毫無關係的大學生呢？讓我們從1990年的8月說起。1990年8月26號禮拜日，17歲的 Christina Powell 已經2天沒有跟家人聯絡。她的姐姐跟姐夫原本跟她約好這個週末要幫她送床墊和家具，一起安頓她的新住處。但昨天他們來她的公寓沒人應門，今天 Christina 還是沒消息。考慮到明天就要開學， Christina 的家人決定再跑一趟。在敲門又不見回應後，他們決定直接請公寓管理員開門。然而管理員到場後往屋內探了探頭，一股不祥的預感就直撲而來。他選擇聯絡警察，請求警員陪同他們進屋。Have an officer to meet me. Okay, what's the problem there? I have 2 girls. The parents suspected that something's wrong with them or they've disappeared or something. I'm just not sure, and my manager informs me not to go in by myself. Okay. He's accompanied by a police officer. Go ahead, we'll have somebody meet you. 管理員的直覺是對的，但此刻無論是他、警員還是家屬，都沒想到自己即將撞進地獄。以下是對案發現場的描述，覺得這些細節可能會太負擔的觀眾和聽眾們，資訊欄有放時間戳，你們可以點它跳過這一段。門一推開，房間裡的慘況讓他們一行人瞬間沉默。Christina 18歲的室友 Sonia Larson 一絲不掛地倒在床上，她的雙手高舉過頭，雙腿敞開掛在床緣，頭髮則像扇子一樣平均地展開在染紅的被單上。管理員繼續往樓下走，不久後便在客廳的沙發旁發現倒地的 Christina， 她以同樣的姿勢仰臥，血泊中除了有她被割下的胸部，還有一件被完全割壞的背心。由於那個畫面太過衝擊，管理員只說得出“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接着就奔出門外嘔吐。目睹這一幕的 Christina 父母停在樓梯口，沒有再往前，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再邁出一步，他們的世界就會真實的在眼前崩塌。警方後續搜索整個公寓，發現 Christina 和 Sonia 公寓的後門遭到歹徒用類似螺絲起子的工具撬開，樓下廚房的流理台上也留有沾着鐵葉的紙巾。他們推測歹徒的目標明確，就是衝着這2個女孩來的，而驗屍報告緊接着證實了這一點。Christina 和 Sonia 不僅遭到嚴重的侵犯，他們的軀幹部位還有好幾道幾乎刺穿整個胸腔的刀傷。Sonia 身中15刀 ，Christina 8刀。2位女孩的身亡時間相近，都在2天前8月24號週五的凌晨。鑑識人員表示，他們發現犯案現場包含2位女孩的身體都有被家用清潔劑擦拭過的痕跡，不過女孩們的嘴巴和手腕上還是留有一些膠帶的殘膠，因此警方推測歹徒曾經使用絕緣膠帶封住女孩們的嘴，還有綁住她們的手，並在行兇之後刻意把膠帶撕下來帶走，避免留下指紋。
這些行為顯示歹徒非常的縝密，反偵查的意識也很強。然而此刻警方對於歹徒可能會是誰完全沒有頭緒，因為 Sonia 和 Christina 是佛羅里達大學的大一新生，他倆才剛搬進這間公寓沒多久，這初來乍到的又還沒開學，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熟人。辦案警探實在想不透是誰會對女孩們下如此毒手。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同樣的場景，同樣的手法，很快就要在另外一棟公寓重演。禮拜日當天晚間接近午夜，在縣警局打工的女大生 Krista Hoyt 沒有去上大夜班，同事試着打她家裡的電話，打了好幾通，但都無人接聽。由於 Krista 不曾遲到或無故缺班，警局同仁很快就察覺事情不對。於是在8月27號凌晨12點半左右，2位警員來到 Krista 的住處進行查訪。他們在車道上看見 Krista 的車，但屋子裡面沒有開燈，也沒有動靜。等不到人應門的警員決定繞到後門去，看看 Krista 在不在房間。而當他用手電筒照亮後門的落地窗，房間地上的血跡讓他立刻拿起對講機呼叫支援。可是增加人手絲毫沒有削弱房間帶給警員們的恐懼。以下是案發現場的描述，一樣哦，資訊欄有時間戳，大家再斟酌收看。辦案人員推開門，看見房裡的 Krista 雙腳着地坐在床緣，她上半身往前傾斜到幾乎要埋進雙腿之間。由於房間很暗，人員看不清 Krista 是否還有呼吸，因此他們一邊前進，一邊將手電筒往 Krista 的方向照。可這一照，把他們全部人都嚇得倒退3步。他們看到 Krista 的腹部敞開，脖子以上是空的。最令人崩潰的是，他的頭就立在對面的書架上，跟他自己的身體對望。這景象讓在場的人員哭的哭，吐的吐，連鑑識組的夥伴們都跑到門外乾嘔。與前面2個女孩不同，18歲的 Krista 就讀聖塔菲大學。她跟 Sonia、Christine 彼此不認識，卻在短短10個小時內遭逢同樣的厄運。Krista 遭到侵犯、刀刺，手腕上有膠帶的殘膠。她的皮膚被清潔劑擦拭過，她的內衣和 T 恤也同樣被利刃劃開。鑑識組還發現 Krista 家的玻璃滑門一樣遭到類似螺絲起子的工具撬開。這些跡證高度重合，讓警方確信2起案件的歹徒是同一個或是同一組人。他們也相信，歹徒之所以會冒險逗留作案現場，花時間破壞以及擺放受害者的身體，是因為他想要挑釁和滿足自己病態的心理。24小時內3起命案，嫌疑犯還連個影都沒有，這不止警方糟心，民眾更是擔心。佛羅里達大學的學生在看見新聞後，紛紛開始自主撤離。許多家長連夜開車從外地來到蓋恩斯維爾，只為了趕緊帶孩子逃出絕命鎮。有些學生甚至選擇斷開魂結，辦退學，保平安。佛羅里達大學見狀，趕緊將開學日延後1周，校方也與警方合作，加強校園以及周邊地區的巡邏。遺憾的是，這張以3倍警力織成的防護網，還是沒能擋下惡魔的爪牙。2天後，8月28號禮拜二早上8點半 ，Tracy Pollis 的好友邊哭邊報警。他說他代替 Tracy 的家人來公寓確認 Tracy 是否安全，沒想到卻看到 Tracy 倒在房門口，已經失去生命跡象。警方到場，那公寓的慘況就像回放的投影片，強迫他們複習2天前的噩夢。18歲的 Tracy 全裸倒在地上，他的手臂高舉，雙腳敞開，他的身下有一道暗紅，一路延伸進他的房間，再爬上他的床鋪。警方推測他先是在房內遭到攻擊，接着才被拖到外面擺姿勢。辦案人員緊接着在隔壁房間發現 Tracy 室友 Manita Boada 的遺體。他的衣着整齊，但上半身布滿刀傷。從他手腳上諸多的防禦性傷痕判斷，他生前必定跟歹徒有過激烈的打鬥。23歲的 Manny 是案件目前為止唯一的男性受害者。他身高190公分，體重90公斤，不止身強體壯，還是個反應敏捷的運動員。單論肉搏，普通人很難是他的對手，但歹徒似乎沒在怕。驗屍報告指出，他用31刀制服了 Manny 這個大漢，還在同一晚侵犯、害以及褻瀆 Tracy 的遺體。Manny 的身亡刷新了警方對於歹徒專攻年輕女孩的假設。現在無論男女，人人都有可能是下一個目標。週日到週二這短短3天，加上 Tracy 和 Manny 2人，佛羅里達大學已經一共走了4個學生。
新聞日日播送着這幾起命案的共同點，像是歹徒都從後門或是滑門入侵，女性受害者都留着一頭棕色的長髮，還有他們都遭到侵犯、擺姿勢等等。這些恐怖的相似處讓蓋恩斯維爾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女學生們開始跑去剪短頭髮，或是把頭髮染金染紅。學區附近的髮廊甚至為此推出剪染特惠方案，專門應付有大改造需求的客人。家裡有玻璃滑門的民眾此時也是緊張得要命，他們要麼重新花錢裝修，不然就是買木棍回來抵住滑門的軌道。總之好幾周的時間，蓋恩斯維爾的居民都不敢自己睡覺，他們揪團打地鋪，有槍的拿槍，沒槍的拿刀，反正家裡有什麼就用什麼，連擀麵棍都成了防身武器。不過恐懼就像滴落海洋的鮮血，驅散了人潮，卻吸來名為媒體的鯊魚。一夜之間，蓋恩斯維爾湧進一批又一批的記者，他們從各地趕來報道這起連環案。日間他們在路上採訪學生，搜集情報，晚上他們守在警局外，只求辦案人員的一句更新。面對如此緊迫的關注，警方有苦難言。以往是偵查不公開，怕說的太多影響辦案，這次反而是進度條跑不動，沒有東西說。自命案發生以來，警方拼命地想找嫌疑犯，無奈案發現場採不到指紋， DNA 檢測結果也還得等上幾周。他們忙得心力交瘁，還得抽空調查同時間發生在城裡的搶案。原來 Tracy 與 Manny 被發現身亡前一天，學生公寓區附近的銀行遭到一名蒙面人搶劫，幸虧機靈的櫃員在打包鈔票的空檔順了一包顏料進去，警犬就順着氣味追，一路追到樹林深處的營地。警方後續在營地找到一袋染紅的紙鈔、一頂帳篷、一台裝有錄音帶的錄音機，還有絕緣膠帶和螺絲起子。這把螺絲起子後來被送到鑑識組，跟前幾起命案門上的鑿痕做比對，遺憾結果並不符合。這起搶案因此被視為一起獨立的事件，一直到警局接到民眾的線報，說有一個男子時常鬼祟地出沒在樹林裡，這案跟案之間的連結才終於建立起來。好幾通線報指出，佛羅里達大學的大一新生 Eddie Humphrey 非常可疑。民眾表示曾多次看到他手拿刀子、身着迷彩服進出樹林，還有同學聽到他在酒吧談論命案的細節，並發出毛骨悚然的笑聲。警方獲報後，隨即對 Eddie 進行背景調查，結果發現 Eddie 還真的有犯罪前科和精神病史，很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於是警方派車24小時監控 Eddie， 希望找到進一步的證據將他逮捕。沒想到 Eddie 也是衝動，監控進行不到48小時，他就因為毆打自己的阿嬷，被警察上銬帶回警局。1990年8月30號，也就是 Tracy 和 Manny 命案發生後2天，18歲的 Eddie 就首先被以傷害罪名拘留以及起訴。Eddie 被捕的消息很快在蓋恩斯維爾傳開，他那張刻有疤痕的臉卡在報紙的頭版好幾天，大家熱議着他跟命案之間的關聯，像是他罹患精神病卻拒絕服藥，他很暴力把阿嬷打成熊貓，還有他跟受害者 Tracy 住在同一個社區等等。作為連環案的頭號嫌疑人， Eddie 也相當稱職。每一次他出現在鏡頭前面，要不神情恍惚，要麼滿不在乎，因此即使案件都還沒審，民眾都已經默認他就是謀害5條人命的兇手。巧合的是，在 Eddie 落網後，命案也就真的沒有再發生。接下來的幾周，先前搬走的學生紛紛返校，市民也漸漸回到原本的生活。然而，這樣的安心感並沒有持續太久。第一波 DNA 血液檢測結果顯示，犯案現場的體液屬於 B 型血，但 Eddie 的血型驗出來卻是 A 型。雖然這份報告基本上已經直白地排除 Eddie 的嫌疑，但警方認為 Eddie 就算不是主謀，也可能是共犯。因此對外他們仍維持 Eddie 是嫌疑犯的說法，但實際上他們正在迅速調整偵查的方向，找尋其他可能犯案的人。3個月後，警方接到一條遠從路易斯安那州拋來的線索。原來在大學生連環案發生前9個月，距離蓋恩斯維爾約1300公里的城市雪維波特也發生過非常類似的命案。1989年11月6號禮拜一，24歲的大學生 Julie Grissom 沒有去打工，也沒有去上課。隔壁鄰居看他家的車整個周末都沒有動，門外的報紙也已經積了好幾天，於是他們報警，請警察過去 Julie 家看一下。沒想到這一看，卻看到3具冰冷的遺體。
警方首先在廁所發現 Julie 的爸爸55歲的 William Grierson 面朝下倒在地上， Julie 8歲的侄子 Sean 則倒在書房。他們兩人衣着完整，但背部都有明顯的刀傷。警方緊接着在房子後方的臥室發現 Julie 一絲不掛躺在床上，她的雙手高舉，頭髮像扇子般散開，她的雙腿掛在床緣，腳掌幾乎要碰到地面。她跟蓋恩斯維爾的4名女學生一樣遭到侵犯、清潔，手腕上有膠帶的殘膠，而且死因同樣是利刃造成的穿刺傷。唯一不同的是 ，Julie 的左胸有一道相當完整的咬痕。當時鑑識組採集了 DNA， 無奈一直沒有匹配的樣本。大學生連環案發生後，雪維波特警方注意到 Julie 一家3口遇害的方式跟大學生們幾乎一模一樣，因此他們大膽假設兩案很可能都是同一人所為。佛州執法部門後續取得 Julie 左胸的體液樣本進行血型檢測，而檢測結果證實了所有人的猜想，謀害 Julie 一家的歹徒果然也是 B 型血。無奈的是，血型沒有輪廓 ，DNA 技術當時也還在起步階段。現在警察只知道兇手曾待過路易斯安那跟佛羅里達州兩地，但他屬於哪個種族、幾歲、他長得是圓是扁，都還是個謎。不過俗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同樣的，凡遇到愛講話、不甘寂寞的兇手，就會出現轉機。1990年11月，警方突然接到一通線報。報案人名叫 Cindy， 她表示她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雪維波特，現在人剛好在佛州度假。然後她剛剛在旅館電視上看到新聞說，Julie家的命案可能跟蓋恩斯維爾大學生案有關，因此她馬上聯想到她的一位男性友人 Danny Rolling。她說她跟 Danny 是在教會認識的，有好一段時間 Danny 都會來她家做客。Danny 喜歡打獵和唱歌，身上常常帶着刀子和吉他。可是他唱的歌都很奇怪，好像都是他自創的。最詭異的是，某一天 Danny 突然說自己是個壞蛋，因為他喜歡拿刀去刺別人。Cindy 表示，這番話讓她和她的丈夫很不安。雖然後續他們夫妻就跟 Danny 疏遠了，但她有聽說 Danny 後來搬去了蓋恩斯維爾，所以她覺得她應該要讓警察知道這件事，讓警察去調查一下 Danny 這個人。掛電話後，急缺線索的警方立即到資料庫查詢 Danny Rolling 這個名字。沒想到檔案一開，他們才發現這人的前科簡直比潘朵拉的盒子還要豐富。1972年，18歲的 Danny 就因為用藥遭到空軍開除。接着在1974年，他結婚，與妻子育有一個女兒。但短短3年，妻子就不堪他的暴力行為，選擇離婚。離婚後 ，Danny 開始花式搶銀行，分別在喬治亞、阿拉巴馬與密西西比州犯下大大小小的搶案。所以1980年開始，接近9年的時間，他幾乎都在監獄裡度過。1989年出獄後的 Danny 回到雪維波特老家與父母同住，這老家的所在位置還距離 Julie 家不到1公里。接着在1990年5月，他就因為拿槍射爸爸被雪維波特警方通緝。然後最令人驚呆的部分是，1990年9月7號，也就是2個月前 ，Danny 因為搶劫佛州奧卡拉的一間超市被捕，現在人正在縣監獄裡關着呢。Danny 到底是不是兇手？現在只需要驗個 DNA 就能確定。但麻煩的地方就在於，那個年代 DNA 技術還是只爬得很慢的小烏龜，因此在漫長的等待時間裡，警方不得不找其他方法來搜集 Danny 犯案的證據。這個時候，警探們看着 Danny 輝煌的搶劫前科，不禁想起大學生命案期間那宗發生在學區附近的搶案。他們心想，如果可以證明這宗搶案也是 Danny 幹的，那不就能證明命案發生時 Danny 人就在蓋恩斯維爾嗎？於是辦案人員前往證物室，把當時從營地帶回來的物品重新檢視一遍。他們將那把鑑識組說鑿痕不相符的螺絲起子再次送驗，也把那卷放在錄音機裡的錄音帶播出來聽。殊不知這一聽不得了，犯人不止在錄音帶上高歌，還在獨白的部分直接念出自己的全名。 This man, Danny Harold Rolling. Mystery writer, what's your name? You're a killer, a drifter gone insane. 搶案發生的地點距離 Krista 家開車約5分鐘，距離 Tracy 和 Manny 家約8分鐘。這卷附贈語音簽名的錄音帶就像 Danny 的 IG 打卡一樣，他想賴都賴不掉。
而且1個月後 Danny 的驗血報告顯示，他的血型確定是 B 型。綜合以上，警方對 Danny 就是兇手這點已經沒有懸念。無奈在 DNA 結果出來以前，所有人都動彈不得。1991年11月 ，DNA 檢驗報告總算出爐。報告顯示，4名女大生身上的體液確認屬於 Danny Rolling。Danny 也正式被以5項謀殺罪名起訴。這邊要特別提一下，差點變成代罪羔羊的 Eddie。DNA 這隻小烏龜爬多久 ，Eddie 就冤屈多久。將近1年的時間，他就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即便後來 DNA 還他清白，警方的偏見與媒體的獵巫行為仍對他造成難以磨滅的傷害。Eddie 的後續我們等會兒再回頭說，現在我們先接下去看 Danny 的庭審。1992年6月7號，37歲的 Danny Rolling 對檢方所指控他的所有罪名表示不認罪。雖然這個時候的他身上已經背着3支因為搶劫被判的終身監禁，外加202年的有期徒刑，但他在牢裡似乎過得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甚至還交到一個幫他管理粉絲頁的女友 Sandra Linden。當年44歲的 Sandra 是一位專寫真實犯罪的作家。他表示 ，Danny 在看過他的作品後，主動給他寫信，約他在獄中見面。他說 ，Danny 風度翩翩又真誠。對話當下，他就對 Danny 產生強烈的生理性喜歡。神奇的是，這份奇異的愛戀也獲得 Danny 熱情的回應。接下來的半年 ，Danny 跟 Sandra 頻繁的通信，兩人還為了會面不受阻礙，於1993年年初訂婚。此消息一出 ，Sandra 立刻成為媒體的焦點。大家搞不懂 Sandra 作為一個女兒的媽媽，怎麼有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將 Danny 視為戀愛的對象？而且他還把他跟 Danny 的書信放在部落格上連載，公開宣布他要跟 Danny 合作出一本書。許多人批評 Sandra 道德淪喪，說他根本在利用 Danny 為自己的事業鋪路。但 Sandra 完全不以為意，他說他跟 Danny 就是真愛，愛情要這麼找上他，他也沒辦法。後續 Danny 發表聲明護妻，他說他跟 Sandra 之間不存在什麼利用，他甚至進一步指定 Sandra 做他的唯一代理人，讓 Sandra 全權管理他對外的一切事務。1993年9月27號 ，Danny 一身紅色囚服出席奧卡拉超市搶案的判刑聽證會，在法官宣布刑期前 ，Danny 表示他有話要說，接着他便站起來望向右邊，對着未婚妻 Sandra 唱起歌來。Well, sir. If it please the court, could I address the court? Sure, say whatever you want to say. Thank you. I recall the day I first saw you. I reached out to say I love you, but it was hard to say. I couldn't touch you.這首情歌詞曲都是他自己寫的，他唱得陶醉 ，Sandra 也聽得很入神。即使法官在旁下令 Danny 別再唱了 ，Danny 還是硬唱到一個段落才罷休。可能是為了寫書，也可能是為了庭審做鋪墊。Danny 在1993這年向檢警吐露了不少心事，例如他請獄友陪同他一起跟檢警會面，講述了大學生命案的始末。他說其實他在謀害第3位受害者 Krista 之後，很快就離開 Krista 家回到營地，可是準備睡覺的時候，他發現他的皮夾不見了。由於擔心皮夾遺落在現場會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決定返回 Krista 家找。結果一進到 Krista 房間，他就分心了。他說他覺得僵硬的身體很適合擺姿勢，所以他決定乾脆製造一個身首異處的大場面，讓下一個進來這個房間的人永生難忘。他也提到謀害 Tracy 跟 Manny 那晚，他差點打輸 Manny 那個大塊頭。他說 Manny 很壯，他們兩人扭打很久，打鬥的聲音甚至驚醒了隔壁的 Tracy。他說當時 Tracy 撞見他在攻擊 Manny， 就立刻嚇得跑回自己房間，把門反鎖。但區區一扇門哪擋得住他？他最後還是破門，徹底將 Tracy 占為己有。Danny 表示，本來他是想要多花一點時間跟 Tracy 玩的，但他的身體實在很痛又很累，才不得已只把 Tracy 拖到走廊放着。不過儘管這番自白充滿了炫耀的意味， Danny 仍堅持犯案當時他是受到另外2個人格的控制。他說喜歡搶劫跟侵犯女性的人格叫 Enad，Enad 總是慫恿他去搶錢和偷窺。警察問他Enad 這個名字怎麼拼？他回答就是 Danny 這幾個字倒過來寫。
接着 Danny 說他還有另一個喜歡殺戮的人格叫 Gemini， 他表示 Gemini 是他們3個裡面最壞的，很無情，很殘暴又不留活口。檢警看他說得起勁，就乘勝追擊問他，那雪維波特的 Julie 一家呢，是不是也是他做的？但 Danny 說他不想談這個，並終止了會面。由於 Danny 過去沒有精神病史，辯方專家表示他聲稱患有人格分裂，這點將很難說服所有的陪審員。加上他的自白還有 DNA 都跟犯案現場的生物跡證相符，這場針對5名大學生的謀殺庭審勢必會是場硬仗。1994年2月15號，庭審正式開始。不過還沒等檢方發表開場陳述， Danny 就先做了一個讓大家訝異的決定。他請求跟法官說話，並當場改變他的答辯。他說他一生都在逃避，當一個亡命之徒，但今天他覺得他不該再逃下去了。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承認自己有罪。 Your Honor, I've been running from first one thing and then another all my lif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just can't run from, and this being one of those. Danny 的認罪省去了定罪環節繁瑣的辯論，但決定他去留的判刑庭審還是得進行。1994年3月24號 ，Danny 的量刑庭審開始。檢察官這邊毫無疑問求處死刑，而辯方律師則使出渾身解數要保 Danny 一命。他們說 ，Danny 之所以會發展出 Enad 跟 Gemini 2個扭曲的人格，全是因為他的童年充滿父親的暴力和虧待。Danny 的爸爸 James 曾參加過韓戰，退伍後成為警察。Danny 表示，爸爸在外是個正義的執法者，但在家裡他就是個十足的暴君。Danny 曾因為呼吸的方式不對就被爸爸修理，寵物狗也被爸爸當面處決。反正爸爸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不止他，媽媽跟弟弟也都是受害者。這個說法後來獲得 Danny 弟弟和媽媽的證實。Danny 的弟弟 Kevin 表示，他對於童年的一切已經沒有什麼印象，應該說他選擇遺忘那些痛苦的回憶。而 Danny 的媽媽 Claudia 雖然因為生病無法出席庭審，但她透過錄影證實丈夫的確會用言語和肢體暴力控制身邊的人。她說好幾次她都想離開，但最後還是因為種種原因被迫回到丈夫身邊。辯方律師表示， Danny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會去偷窺鄰居，就是因為他太羨慕別人有個正常的家庭。還有他雖然愛媽媽，但他也憎恨媽媽的不作為，所以後來長大，他在挑選伴侶甚至是受害者的時候，分裂出來的2個人格都無意識地選擇了跟媽媽有同樣特徵的棕髮女孩。辯護律師也拿1990年 Danny 開槍射爸爸的事作為論點的強化。他們說當時 Danny 就是忍無可忍才會反擊啊，而且要不是因為無家可歸，他也不用搬到蓋恩斯維爾成為住在帳篷裡的無家者。聽到這裡，陪審團或許還真的考慮起 Danny 有人格分裂的可能，但接着檢方就請出一位關鍵證人，一秒推翻了辯護律師辛苦鋪陳的苦肉計。這位關鍵證人是 Danny 的前妻 O'Mather， 他說他從來沒聽 Danny 說過爸爸會暴力他，他們倆還在一起的時候，他也沒有看過 Danny 有人格分裂的跡象。他說他不知道什麼 Enad 跟 Gemini， 他只知道當時他會帶着孩子離開，是因為 Danny 拿槍恐嚇他，他覺得再不走，自己跟女兒就會沒命。檢察官補充道，即使 Danny 的創傷經歷屬實，那也不代表他就真的有人格分裂。他的第一個人格 Enad 是他自己的名字倒過來拼，這多麼的方便啊！還有他的第2個人格 Gemini， 怎麼就這麼巧，跟電影《大法師3》裡的連環犯同名。He says he's the Gemini killer. 大法師3上映的日期是1990年8月17號，剛好是他犯案的前10天。檢察官表示 ，Danny 的童年悲慘可能是真的，但他的人格分裂一定是掰的。接着，檢察官拿出一疊犯案現場的照片給陪審員傳閱。他說，這幾個前途璀璨的年輕人不僅被利刃刺穿，女性受害者還遭侵犯、毆打，身亡後甚至被拆解、擺放和戲弄。他想問，做得出這種事的犯人到底是值得同情，還是需要被徹底隔離？看着照片，有的陪審員搖頭，有的掩面流淚。那一刻，控辯雙方誰勝誰負已經分曉。1994年4月20號，陪審團在經過5個小時的討論後宣布，他們以12-0的票數建議法官判 Danny Rawlings 死刑。
同天，法官判 Danny 5個死刑，外加3個終身監禁。後續 Danny 沒有再發表言論，不過他的律師表示，對於這個結果，他們早就有心理準備了。說也奇怪，庭審結束後 ，Danny 跟未婚妻的戀情也逐漸消亡。1996年，未婚妻 Sandra 出版了他和 Danny 的結晶《連續殺人魔的誕生：蓋恩斯維爾謀殺案的真實故事》兇手自述。但在那之後 ，Sandra 開始現身各大電視採訪，並在鏡頭前撇清他和 Danny 的關係。他說他知道大家都批評他的為人，質疑他的動機，但他只想用第一人稱視角揭示像 Danny 這樣的犯人在想什麼。還有他說他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警告和保護廣大女性，似乎把他當時在法庭上聽 Danny 唱歌時那嬌羞又享受的表情忘得一乾二淨。When I was brought into the prison and introduced to Danny behind glass, all of a sudden I found myself responding to him in a physical way. Have your ears ever turned red? Danny really made your ears burn. It's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and this is why I had to admit that I love him. 多位受害者家屬表示 ，Sandra 的行為帶給他們深深的痛苦，他們失去至親，有苦難言，但 Sandra 卻公開表示愛慕兇手，甚至給對方200多頁的篇幅為自己的行為找借口。對此 ，Sandra 相當不以為然。2020年，他將這本 Danny 的類自傳再版。這次他加入新的序言以及更多 Danny 畫的插圖，即使都跟未婚夫斷聯20幾年了，他仍不忘物盡其用的道理。與未婚妻分道揚鑣後 ，Danny 的監獄生活基本上就只剩下不斷的上訴。2006年6月，他的聯邦上訴遭到最高法院駁回。4個月後，佛州政府執行了 Danny 的死刑令。執行前 ，Danny 寫了一封信交給他的牧師。在信裡，他承認1989年雪維波特 Julie 一家3口的案子確實是他做的。接着，他就邊唱着他自己寫的聖歌，邊躺上擔架接受藥物注射。監獄外，記者拿着麥克風報道行刑的實況，民眾則舉着牌子，一同見證惡魔咽下最後一口氣。受害者家屬盼着這天已經盼了16年，可正義伸張的這一刻卻不如預想的暢快。Danny 終於回到他該去的地獄，但家屬們還是得繼續活在失去至親的人間。同樣煎熬的還有差點幫兇手背黑鍋的 Eddie。Eddie 回憶，案發當年他真的在生命的最低處，因為車禍，他的臉毀容，他的精神狀態不穩，也沒毅力繼續按時服藥。然後又因為一時的衝動，他出手打阿嬷，沒想到就這麼成了命案的嫌疑犯。但讓他最痛苦的是，在獄中那接近1年的時間，警察帶着偏見偵訊他，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他，把他描繪成病態的殺手。因此，即使 DNA 最後還他清白，出獄後的他依然活在懷疑與指指點點之中。Eddie 說，他不想要這麼活下去，所以出獄後他痛改前非。他用手錶定鬧鐘，提醒自己吃藥，控制住自己躁鬱的病情。接着他卯起來念書，狂念猛念。1994年，他先從布里瓦德學院榮譽畢業，接着1995年，他進入佛羅里達中央大學攻讀管理學。半工半讀5年後，他以3.76 GPA 的成績畢業，絕地重生。Eddie 後續參與了幾部紀錄片的拍攝，但他向訪者坦言，他並不喜歡談論這段過去，他也很少再回想起當時的事。現在他只想好好生活，做個平凡人。雪維波特的 Julie 一家3口是本案最遺憾的部分。當年路易斯安那州檢方在和佛州檢方討論後，同意讓佛州檢方優先以蓋恩斯維爾大學生連環案起訴 Danny。後續為了避免法律程序更加複雜，延後死刑執行，路易斯安那州檢方決定不另行起訴。最終 Julie 一家的案子在沒有庭審與定罪的情況下，於1994年3月結案。Julie 的家屬感到無奈，卻也別無選擇。為紀念遇害的5名學生，佛羅里達大學在校內種了5棵紀念樹。每逢周年紀念日，學校也會敲5次鐘，帶領師生默哀。學校附近還有一面牆，上面畫着5名學生的名字。儘管周邊的牆時常有人來塗鴉，但紀念遇害學生的這面牆是公認的不可侵犯之地。受害者家屬時不時會到這裡緬懷親人。民眾看見上面的字母淡了，顏色掉了，也會自發地為牆面上漆。直到今天，蓋恩斯維爾的居民依然沒有忘記這5個年輕人的生命。
佛州大學生連環案說到這邊就結束了。電影《驚聲尖叫》的第7集即將在2026年上映，熒幕前的你會進戲院觀賞嗎？留言告訴我。如果你對這個案件有什麼其他的想法，也歡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我們下期節目見，拜拜。